今年小米13的整体市场口碑表现呢不错啊，虽然说配置堆料不算猛，但在小尺寸安卓直屏这个赛道上可以说是没啥对手。不出意外的话，小米14呢依旧会延续相同的尺寸，综合硬件配置相对于小米13呢也会全面加强。但从网友的普遍反馈来看，相对于小米14的配置提升，大家呢似乎更在意米 UI 系统层面会有哪些改进啊？最近呢，小米正式官宣了澎湃 OS， 米 UI 这个命名啊，正式和大家说拜拜了。新系统基于深度进化的安卓以及自研 Villa 系统的融合，重写了底层架构啊。所以说我也比较好奇啊，这 K60 至尊版首批米 UI 15到底咋办？当然，从用户角度来说，其实最终叫啥名字呢都无所谓啊，主要呢还是看新系统相对于米 UI 14提升多少，改进多少。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啊，我们就来聊聊目前米 UI 系统的优缺点，看看接下来小米要发布的新系统会不会大改。功能交互层面上来说啊，米 UI 相对于其他定制系统呢，依然是大而全的存在啊。这里结合大米之前使用的情况，简单举几个例子啊。大家常用的控制中心和搜索，米 UI 默认是左侧任意位置下滑通知，右侧任意位置下滑呢是控制中心，任意位置上滑可以设置为搜索，很好的利用了桌面随手上滑下滑两个操作，控制中心和通中心可以左右自由切换。但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很多系统呢并不是这样设定的。比如说 ColorOS 下滑操作是控制中心和搜索2选1啊，上滑呢是没反应的。Orange OS 下滑呢是搜索、控制中心、通知中心3选1，上滑呢只能是原子组件。鸿蒙是万年的下拉搜索，控制中心呢需要从最顶部下拉才行，而且两者切换同样需要在顶部滑动，非常不利于单手操作。最新 Flyme 的交互呢倒是不错，下滑呢是通知啊，如果你需要打开控制中心，那么再下拉一次呢就行，上滑呢也是搜索，可以实现单手操控。米 UI 的多任务窗口可以设置为横向排布和纵向排布，同时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这点呢，其实 Orange OS 呢也支持，但是米 UI 的多任务长按菜单啊，使用便捷性呢就要高不少了。一般来说啊，大家想要设置一个程序的基本权限，通常呢是在打开这个 app 之后，大部分系统呢是需要你去设置里面搜索对应程序完成的。而米 UI 呢，只要打开这个 app， 进入多任务长按应用信息就行，权限设置相关就都在这里了。这个长按弹出菜单里面还包含了应用锁定、应用流转、分屏、小窗这些功能，长按时候还有相应的震动匹配，便捷性和操作效率呢都不错。手机分身算是米 UI 系统的一个老传统了。对于应用双开不够的用户来说，你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分身再去多开2个，并且切换呢也很方便，可以用人脸，也可以用指纹一键切换。另外一个比较实用的场景呢，就是有时候家里有小孩要玩手机，直接开一个分身就可以避免手机里面的东西被误删或者说被乱改设置。多开应用支持的数量上也是比较完善啊，目前看下来，基本上常用 app 都是能够在米 UI 上实现双开的。这方面鸿蒙 4.0 呢就需要加把劲了，只有微信和 QQ。通常来说啊，新机到手之后，大家都会倒腾一下 UI 界面啊，这个时候米 UI 的主题商店优势呢就很大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遥遥领先。关键是主题全部免费，很多时候切换到其他系统，想要倒腾一下图标、UI 界面之类的，然后打开主题商店一看，好家伙，质量不咋地，价格呢却老高。另外呢就是小组件啊，虽然说各家系统呢都有在做，但是从类型、数量以及整体质量这块来说，米 UI 应该是相对做的最好的，甚至呢要比 iOS 还要更加丰富。可以直接添加到桌面，负一屏的布局呢，看起来也是挺简洁清爽的。大米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分歧解决器啊，可以缓解选择困难症。当然，相对于主题商店全部免费，现在很多个性化小组件呢是收费的，包括这个大图标。语音助手现在各家呢都有，小爱同学在整体的唤醒灵敏度、智能化方面都做得不错。你还可以通过小爱同学一句话关闭部分系统广告。核心优势还是小爱加米家控制各种家电开关比较方便啊，当然这也算是生态体验上的一环了。米 UI 上的小爱同学一个特色功能呢，就是 AI 接打电话啊。现在广告骚扰电话呢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今年啊，基本是隔3差5的一堆营销电话。但有时候呢，大家又怕错过一些正常的通知电话，用 AI 自动接打电话，能够实时显示对话内容，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这部分的困扰了。还有呢，就是现在各类 App 的广告是越来越离谱了，跳过广告的叉叉按钮是做的咪咪大，一不小心碰到就直接跳转了。米 UI 内置的广告跳转2次提醒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功能呢，鸿蒙和 Flyme 呢也都有。就我自己用下来比较细的一个体验呢，就是手电筒的关闭啊，大多数定制系统都可以设置快捷启动手电筒，但关闭手电筒啊，通常是需要你去屏幕上做2次点击操作确认的，黑灯瞎火的时候就比较不方便，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MIUI 的手电筒关闭，默认设定呢就是只要你再按下电源键就可以了。这个操作同样呢也很符合直觉啊，可以盲操。而对于喜欢 Root 刷机折腾的用户来说，MIUI 呢应该是目前为数不多官方支持解锁 BL 的系统了。其他几家想要 Root 搞机呢就麻烦不少，有的基本是无法解锁。但仔细想想，以上这些绝大部分好像从 MIUI 12开始基本就已经是这样了，并不是这2年 MIUI 12.5、MIUI 13、MIUI 14带来的体验优势。那么现在的缺点不足是什么呢？动画还是动画。可能是 MIUI 当年的动画步子迈得太大，加上后来 MIUI 12.5到 MIUI 13这段时间各种雷军进反 ，bug 问题呢频出，能够明显感觉到的一点是，即便是到了最新的 MIUI 14，系统动画这块也是基于 MIUI 12砍了一刀的。关键呢，它还容易掉帧。当然，这个容易掉帧呢，得具体机型具体分析，有些机型流畅度不错，而有些机型确实很容易掉帧。从我自己评测的这么多手机来看 ，K60至尊版之前，很多 MIUI 加发哥平台机型，即便是性能和高通平台差不多，但是系统流畅度、动画稳定性就是要差不少。比如说 K50 Pro、小米12 Pro 天玑版、K60E 等等，程序多开之后呢，还会出现动画丢失的问题。同样高通平台机型，不同分辨率、性能接近的情况下，动画稳定性呢也会有差别。这里有一部分是动画稳定性本身欠佳，还有一部分呢，我觉得还是和整个系统性能优化有关。所以说，目前网上的现状呢，就是部分用户觉得 MIUI 的动画流畅度还行啊，但也有部分用户的感受就是这什么破优化。这里正在用小米机型的小伙伴，也可以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发表一下自己用机的感受，平时遇到动画掉帧的情况多不多？除了动画稳定性欠佳，我觉得目前 MIUI 的动画效果也是输完鸿蒙 4.0， 输 Orange9S， 接下来要输魅族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大文件间的动画，其他几家系统能够明显看出，整个缩放动画呢是基于大文件的图标布局进行缩放的。但是 MIUI 这个大文件夹动画基本就和小文件夹一样，看着呢比较突兀，而且图标超过9个轴，上下右侧的线位线看着也有点丑，不够优雅。控制中心和通知中心左右切换的时候，时间日期信息会跳一下，相当于是只做了渐引，没有做运动切换。但是 UI 信息呢没有完全对称设计。类似控制中心、通知中心分离设计的 Orange9S、鸿蒙 4.0、Flyme、Magic OS 呢都没有出现跳一下的情况。另外，从我个人使用角度来说啊，MIUI 新版控制中心操作逻辑呢目前是 OK 的啊，但是默认只有2行控制图标是真的不够用啊，很多时候需要再划一屏去操作，建议呢增加到3行或者4行图标。对于非小米生态用户来说，手动移除妙想中心、智能生活轴，控制中心首页布局呢就显得很浪费。再比如说 MIUI 默认内置的2个大图标，运动健康打开和退出呢都是基于当前图标实现动画轨迹的，但是音乐大图标所有动画呢就又回到 App 本身上去了，比较割裂。手势动画的打断效果上，操作快一点呢，动画缩放就开始有些跟不上了。当然这方面呢倒也不是说只有 MIUI 这样啊 ，ColorOS、Flyme 表现呢都差不多，属于是平均水平了。Magic OS 的这方面呢反而表现更差一些，快速操作会明显感觉视觉上顿了一下。目前鸿蒙 4.0 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是遥遥领先了，可以随时打断稳定4画，日常使用过程中很少遇到动画掉帧，这也是 Mate 60 Pro 给人感觉很流畅的一个原因啊。Orange9S 在这方面的表现呢也不错，打断动画没啥问题，也很4画，和鸿蒙 4.0 相比，操作快的时候壁纸下沉的动画呢相对没那么柔顺。反正啊，系统动画这块小米呢确实得好好改进一下，尤其是稳定4画这2点上是缺一不可。至于后续能不能让 K50 系列、小米12系列等等都得到稳定4画的效果，这个呢还真不好说。本质上，一台机子的流畅度优化如何，平台的性能、投入的优化资源都是息息相关的，还是得具体机型具体分析。UI 方面，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默认这套图标是 N 年没变了啊。虽然说 MIUI 主题商店全部免费很好，质量呢也不错，但是对于一些影像旗舰、主打商务的折叠屏，默认这套图标着实呢和手机本身的调性呢不太搭。喊了这么多年冲高端，我觉得完全可以重新设计一套整体美观度更好、风格更加中性的默认图标。超级壁纸刚发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惊艳，从锁屏到息屏，动画一镜到底，嘎嘎酷炫。但用久了之后呢，我总感觉 MIUI 的超级壁纸啊，动画呢过于冗长，我还是会更喜欢魅族的 Alive 壁纸那种，或者说鸿蒙 4.0 最新的海报主题。息屏到锁屏到桌面动画呢刚刚好，而且呢可以自由定义，随时切换口味。今年 MIUI 被吐槽比较多的呢是高刷自电影功能，原本大家以为这功能会是 MIUI 14的标配啊，结果呢小米是把这个功能当成了部分新机的卖点。隔壁 Orange9S 老早就把这个功能下放给888、870老机型，
但同样是870的小米11 Ultra K40是没有的。去年真旗舰11 S Ultra 也是过了很久之后才给更新支持，所以说米 UI 新功能的普及力度也是有待加强的。相对于常规手机上的米 UI 最尴尬的还是米 UI Pad 和 Fold。小米平板6 Pro 虽然说处理器用的是8+，但是这台平板的动画掉帧要比手机更加明显。除了高负载游戏表现强很多，日常使用是真的没有888的 Mate Pad Pro 来的丝滑流畅。分屏呢依然是底部大黑条，中间粗黑条 ，UI 呢是天圆地方。平板上的大文件夹竟然是直接照搬米 UI 14发布时的4宫格我就想问问米 UI Pad 开发人员这么大的平板用4宫格的大文件夹，你们自己真的不觉得这个设计很奇葩吗？5个月之前我们测试这台平板上提到的软件问题不足，5个月过去呢还是一样它完全没改。至于折叠屏 Fold 上的软件交互和我们上个月评测的结果相比呢，也是没啥变化。平行视窗的 UI 界面、平行视窗的适配数量、大屏状态下多可蓝的动画，全部呢都没有改进，和华为 Mate X 系列折叠屏软件体验上的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简单总结，米 UI 12加安卓10加小米10算是米 UI 近几年的高光时刻了。动画优秀，全面的隐私保护功能，再配合米 UI 一贯以来的大而全，放在当时来说呢，确实很强。但这高光时刻也随着后续推出的老机型升级变卡，安卓11更新之后，导致新机流畅度下降，米 UI 12.5的到来直接退散。从12.5到14，功能层面对于米 UI 来说，基本都是在吃老本的状态，确实呢很少有让人记得住的闪光点。而且能明显感觉到的一点是，近2年米 UI 团队对于好功能、新功能的敏感度是不如以前了。典型的一些例子呢，就是大文件夹、大图标这两个功能，市面上明明已经有体验更好的方案可以抄，但依旧没抄明白。米 UI 14刚发布时那个大文件夹简直就是来搞笑的。大图标功能截止到目前依然是药丸形状，和默认圆角矩形的图标放在一起呢，怎么看都不太搭。当然有一说一常规手机上的米 UI， 我觉得核心问题呢还是动画，好好改一改动画过渡、流畅度、稳定性，其实呢就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了。但是米 UI Pad Fold 真的只能用摆烂来形容了。所以大家对于接下来小米即将发布的新系统有什么期待呢？我觉得类似于灵动岛原子通知的实用功能呢，可以赶紧加上。动物铃声啥的要精简也可以直接精简去掉，全面加强过渡动画和动画稳定性，再加入类似于 Alive 壁纸的一镜到底自动移动画功能，就基本能够满足我的需求了。当然，能不能带来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交互体验，就看米 UI 团队如何发挥了。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索更多优质科目。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